你以为这只是一条普通的地铁，对吗？但当我们切开地面，它竟然在长江江面下60多米的深处穿行，不到4分钟就能过江。甚至在隧道的上层，还有一辆辆汽车同时穿行。不止如此，在这附近还有3条地铁和1条公路隧道共同穿越长江。而当我们冲出江面，又有轮渡、货船往来穿梭，12座大桥跨江而过，组成了武汉上天入地的跨江奇观。等等，还有这样、甚至这样飘过去的。每天上百万人次用各种方式跨江通勤。武汉的长江怎么就这么忙？因为武汉地处长江中游，长江和汉江在此交汇，自古3镇并立，两岸相对均衡发展。而如今，当我们施展一下魔法，点亮武汉的建成区，就会发现它像一只蝴蝶，而长江就是这只蝴蝶的主心骨，成为了武汉的中轴。但是要把这样一条大江纳入怀抱中央，对任何城市都是极大的挑战。更何况武汉段长江江面的最窄处有1000多米，最宽处甚至有3800多米。武汉是怎么做的呢？先从江面之下说起，你能想象在江下60多米深处的压力有多大吗？答案是640千帕，相当于每平方米承受了1辆坦克的重量。更为危险的是，江底的粘土和粉砂层在强水压下质地如同豆腐渣，一触即溃。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中，要修建隧道，只能依靠这台巨型盾构机，它直径达15.76米，像一条沙虫，在江底穿行超过2500米，才有了长江首条公铁两用隧道。此外，长江首条公路隧道、长江首条地铁隧道也都在武汉诞生。而在江面之上，架桥就不得不考虑通航问题，这就意味着桥墩不能太近。1957年建成的武汉长江大桥主跨128米，8个桥墩跨过长江。此后，武汉陆续建成11座大桥，桥面主跨不断拓宽。2019年建成了杨泗港长江大桥，主跨最宽，它横跨1700米的江面而过，中间没有一座桥墩。暴雨时分，雨幕从桥面倾泻而下，科幻感拉满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如此跨度的桥梁竟还是上下双层，它重达4.8万吨，相当于4艘大型驱逐舰。那么，究竟是何等力量能托举起巨大的桥梁，跨越天堑？答案是3重关键力量：高达240多米的桥塔，直径超过1米的竹缆，竹缆两端深埋地下的巨型锚定，三者配合拉起主梁，跨江而过。如今，武汉境内80多公里的江段耸立着12座大桥，桥和桥之间通过沿江道路形成环线，一环又一环。武汉硬是把这条中国第一大江变成了自己的中轴线。所以，对武汉人来说，过江就和过早一样，都是日常。而且，武汉要做的不只是跨江，还要把这条中轴变成最美的风景，让市民能在这里玩一玩、逛一逛。可是，武汉的长江却并不温柔。1931、1954、1998年的洪水是一代代武汉人刻骨铭心的集体记忆。如果把武汉历史最高洪水位拉成一条线穿城而过，那么沿江大道、江汉关大楼1层、江汉路步行街都将淹没在水面之下。于是，武汉不得不筑起高于洪水位的防洪大堤，
堤顶足足高出地面5米。这样的设计降低了水患风险，却让武汉陷入了临江而不见江的尴尬。如何既保安全又能亲近江水呢？第一步，降坡沿岸，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，将堤防坡度放缓，最大化地打开江景视野。第二步，顺水而为，主动为洪水预留了可淹没的弹性空间，利用洪水位的季节变化，设置了3层平台。3级平台应对常年水位，每年大约被淹没9个月；2级平台应对较高水位，年均被淹3个月；1级平台可抵御20年一遇的洪水。最后，根据3级平台的没水特性，打造了3种清水空间。1级平台供休闲娱乐，可以饱口福，也可以在球场上尽情撒欢。2级平台种植耐水树木，可以林间漫步。3级平台就是天然湿地，芦苇丛生，枯水期可以草丛探险，洪水季可以栈桥观海。于是，曾经单调冷漠的堤坝就这样变成了公园，成为让人察觉不到的防洪屏障，百里江滩。就连长江的水中、码头、游轮都是漂浮流动的剧场。手握船票即可登船至银行，为列车赶往江上之行。耸立的桥墩也是放映电影的幕布。至此，武汉不仅完成了跨江，也彻底拥抱了长江，把长江变成了武汉人的生活日常。以长江为中轴，你会看到一座千年江城的气韵，165条江河，166个湖泊，摊开楚天的壮阔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游长江，玩武汉。盘龙城、晴川阁、武昌城、黄鹤楼、江汉关和摩天楼群依次展开，绘就跨越3500年的江汉揽胜图。户部巷、汉正街、三德里、楚河汉街、武汉新天地、老街巷和新商圈汇成江城千年不绝的烟火气。在这里，你会看到千年江城人潮熙攘。孔子在此问津，伯牙子期在此高山流水遇知音，李白在此迎客送友10多次，王维、王昌龄、杜牧、苏轼、陆游，天下英才如过江之鲫。如今，千人横渡长江的壮观场面更是在武汉年年出现。和大自然做斗争，去大江大湖里锻炼。有敢于拥抱长江的城，才有敢于拥抱长江的人。因为这是一座3500年的江城。2026，欢迎大家来武汉，赏满城樱花，跳东湖碧浪，游长江风华，登名楼怀古，逛老街寻味，在人间烟火里遇见江湖武汉。冬天腊梅花，夏天石榴花，过楼的看风景，居家的买清茶。